路。你既知道那是他的心魔，又何苦这般激他？叶少侠，你的心魔又反噬了。才没有。何耀，叶鼎真，你就是想报复，让我看着药在眼前，而不得最后含恨而终。这是个好方法，你比我狠多了。我若不是知道你是尹落霞的妹妹，我会以为你是卓墨公子的妹妹。你在说什么？废话多，你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少说两句话会死吗？我成这样，是拜何人所赐？你说不激我也不至于。你敢做不敢当。别再说了，我不敢保证，我不会再动手。喝药吧。是你说要留下来报恩，要给我讲完故事的。云哥，文君好想你，文君真的好想你。我以为真的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想吃草原的牛肉，那就去草原吃；想拜佛国的菩萨，那就去佛国拜；想喝南爵凉茶，那就去南爵喝；想乘船东游，那就去东边最大的大港登船起航。天高海阔，不在这笼中天气。文曲，
4年申冬，景裕王正妃胡错阳诞下景裕王第6子。诞下之初，其子嚎啕如雷，王府震惊。琅琊王亲自取名萧楚河。又2月，侧妃奕文君诞下景裕王第7子。奕文君推却景裕王琅琊王定下之名，而请师兄骆青阳为其赐名萧雨。李先生走了，把学堂祭酒的位置交给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山前书院的人。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？这代表着李先生已经决心离开天启城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当年帮助圣上打下江山的这些人，只剩下镇西侯了，手握重兵，镇守国门。可如今，国门之外哪来的汉敌？他又挡谁呢？在圣上的眼中，他才是汉敌。杀了他，龙峰卷轴上，我保证写着你的名字。锦轩公公，本王方才有一句话一直不敢问大姐，现在斗胆想请教请教您。殿下言重。为何大剑要本王如此做？按照祖训，新王登基后就任大剑，该去往何处啊？须守皇陵，终生不得离开。但师父不想。若有朝一日，本王能……嘘，有些话只能说一半。殿下，请。虽然3言2语就会被迷惑，不过好歹还是有一身的胆气和狠劲儿，所以还不算太过不济。看重的就是他这股狠劲儿。不过，同百里洛尘比起来，就好像拿小孩们去争抢陀螺的凶狠，和提着刀一路上砍下无数颗头颅的凶狠去做对比。当日，我们曾有杀百里洛尘的机会。在黔东城杀百里洛尘，你们也太天真了吧！所以才会被古尘所打伤，连天外天都不敢回，不是吗？是，这还是要托卓清大剑的福。不过请大剑放心，我们兄弟2人的功力已恢复大半。既然我们在黔东城杀不了他，那我们就在天启城杀他。很好，希望2位能够说到做到。那个镇西侯府的
叫百里东军的小公子，七斩星夜胜过碉楼小筑，还有天下第一人为他策马执鞭，带着他绕城天启，最后还喧嚣而去。真是听着都恣意呀。如果他身后不再有镇西侯府，也不再有学堂，他还会如此恣意吗？学堂里自以为风流的少年啊，这次就连同百里洛尘一起毁掉吧。殿下，殿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扶殿下上车。一言，这次成了，就真的能当皇帝了。怎么了？这段时间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云哥。上次抢婚，匆匆一见，也没能告别。我爹告诉我他没死，被人带走了，带我出去，我定要找到他，再陪他把文君抢回来。可文君她已经出嫁了呀。那又如何？她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妻子，或许还成为了孩子的母亲，有了自己的丈夫，自己的家庭。这种时候，再把她抢回来，可就不合时宜了。那便要看文君的意愿。若是他想，我就和云哥去救他；若是他不想，我就和云哥喝上一顿，一醉方休。是时候了，飞斩。尊使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与非离有位亲戚，在北离的天启城。不错，也因此，又是有段时间，我曾与哥哥待在天启城，对那还算熟悉。他们姓臧，勉强算是个世家。不过，现在已经有些没落了。那你便去一趟天启吧，用我的暗号联系无法无天。离开的时间已经够久了，也该出来做点正经的事情。
需要我做什么？你把易文君从天启城带出来，送到姑苏城外，让他与他那个心心念念的人相见。恋人重逢，前缘再续。多么美丽的故事啊！这天气真不错，可惜好日子就要到头了。我是真的不想再听命于他了。卓清大剑，二位，这是要去何处？实不相瞒，大剑，天外天已经找上我们了，所以我们两个必须出宫一趟。出宫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偌大的北离皇宫，除了我以外，还有不少高手呢。我送你们出去。你们这样的贸然出去，很容易会被发现的。哈，那大剑既然有如此的兴致，我们不妨一同去。只不过我们两个也并不知道金帆来的人是谁。或许我知道呢。两位尊使来就来了，为什么还带客人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盟友，不过此时他正在门外的马车里等候，待我们谈完正事，他才会进来。飞展此次前来是奉了吴相使的手令吗？两位尊使，既然身在天启，想必听过一个人，叶鼎之。这叶鼎之也是天生五脉。叶羽的后人，咱们这位吴相使可真会选人呐。就是不知道他接下来要怎么做啊。叶鼎之与影宗宗主之女，现如今景裕王侧王妃易文君曾有婚约。之前他入学堂参加大考之时，两人重逢了。可真是不凑巧，这次来的人，偏偏是最讨人厌的。像这种人，大剑不见也罢。无妨，我独自去见他便是。都说，魂关飞离和破关飞斩，是天外天无相尊使最重要的左膀右臂。今天见到你，本座也很高兴。大剑真正想见的，应该是无相尊使。飞斩可没有这样的荣幸啊。本座自然是想见见无相尊使，可是单凭无相尊使还不值得本座花这么大力气去见。本座真正想见的是你们的皇帝陛下。那年与他城下一见，风采灼灼，让人至今难忘。不知皇帝陛下现在可好？看来两位尊使告诉大剑的可真不少啊。
不要紧张，或许本座能帮你们。大剑的话，回去之后飞斩必当表达。既然天外天如此有诚意，也不能显得本座太过小气了。这是本座送给天外天的礼物。天启城里边藏着4个人，你去找他们，将你的计划告诉他们，就说你们是叶鼎之的朋友，他们必会全力助你们。他们身手很高，比起他们的武功而言，他们的身份或许更加的重要。他们的主人是已故剑仙羽生魔，由他们将易文君带到叶鼎之的身边，可是和你们将易文君带到叶鼎之的身边有很大的不同啊。多谢大剑。不过回了天外天之后，尊使一定会问我一个问题：飞斩现在就斗胆向大剑请教。问。大剑为何如此帮我们天外天？因为我想要天下大乱。有些东西只有在乱中才能取得。你说他一个太监，他大剑聊得如何呀？相谈甚欢。这4个假奴还真会挑地方。我不同意，我绝不同意！二小姐，这是无相使的意思，而且这确实是掌控叶鼎之最好的办法。还望二小姐不要意气用事。整个计划需要多久？快则3年，慢则5年。到那时，我们会与叶鼎之重回天外天。大剑，骆都统，今日是要出宫吗？陛下恩典，准许我1日假，去看望自己的小师侄。骆都统，对自己的这位师妹情谊可真是不浅啊。若是当年景玉王没有遇到令师妹，大剑，你说笑了。是我多言了，那便不耽误骆都统的时间了。告辞。大剑，是副都统才对。有意思，不出10年，便是胜过我的大内第1高手了。骆都统，
这里为何只有这些人？王爷也有派人来，只不过都被王妃赶走了。那她生完孩子之后，有没有更开心一些？不瞒骆都统说，王妃还是不常说话，只不过每日稍稍与我有些交流。说更开心些是没有的，反倒眉头皱得更紧了。师兄，你来了。骆都统，与理不合。我去看看雨儿。小殿下很喜欢骆都统呢。大监，刚刚收到飞展那边传来的消息，他在百花楼遇见了那4位家奴，并且说服他们参加了计划。今日行动有一个人需要注意，禁军副都统骆青阳今日也会在景玉王府中。骆青阳是影宗宗主最得意的弟子，剑法卓绝，也是北离他们这一代的翘楚。不错。那这么说，我们又多了一个麻烦。不是麻烦，反而是一件大大的好事。师兄下次什么时候来？不好说。陛下难得准我1日假，下一次怕是要再等许久了。我知道了。王妃，宫里派人来给您送了些糕点。宫里？你们不是宫里的人，你们是谁？在下秦月寒，我们是奉少主叶鼎之之命来救易姑娘离开的。云哥在哪儿？少主如今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，离天启城很远。骆都统那日曾与少主并肩作战，想必今日不会为难我们吧？我凭什么相信你们？少主说，若是寻得机会见到易姑娘，让我们给她捎一句话。她说过，要带你去看那山。要带你去。的确，是他会说的话。但如今我们寻得了一个机会，这2年，少主与姑娘都不必再等。机会？那得先问问我手中的这把剑。师门，
想走吗？想，师兄，我想。好，那就走。王府内的那些高手，我来替你解决。宗主，杀！什么人？就凭他们，也想挡住我们两个？易宗主，好久不见呐！是你们？原来你们还没死。当日情况就是这样。若风，如何了？皇兄，莫急。我怎么能不着急？为兄就几日不在副手，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太猖狂了！你来给我带了什么消息？有抓到什么人吗？没有，对方应该是有备而来，一路上都有人拦截堵应，我的人没能追上去。废物！洛清扬呢？那个洛清扬呢？他帮着那些人逃跑，我定会向父皇参他一本，治他的罪。不可！堂堂景玉王侧妃在王府里被人劫走了，此事若是传出去，整个景玉王府都会沦为天启城的笑话，更别说让父皇知道了。从今日起，对外便宣称懿王妃染了重病，不便见人，侧妃殿中之人亦不可出府。那可怎么办？叶挺之，叶挺之，对，只要找到叶挺之，一切都对了。若风，当日你把他带走，他现在人在何处？过了墨云山之后，便没有派人再跟着他。他现在在何处，还得派人去查。你，当初就应该把他杀了，以绝后患。你呀，就是心怀仁慈，觉得他是你师弟的好友，是叶将军的后人，非要我留他一命。好，现在为兄留他一命，可是你把他带走，却不派人跟着他，害得为兄现在如此狼狈。妇人之仁，妇人之仁啊！皇兄，稍安勿躁。叶挺之没有那么大的势力，背后一定有人在帮他。比起他，皇兄现在更应该担心的是真正劫走嫂嫂的人。你是说，这股势力的背后，不仅仅是羽生墨留下的这么简单？自然没有那么简单。岳章大人，昨日我追至城门，原本有机会截住文君，但是突然出现2个人，拦住了我。
此二人能拦得住易宗主，定然绝非等闲之辈。没错，而且这两个人我曾经见过。是谁？当年陛下还是皇子，北阙虽小，野心却大。他们频繁出兵骚扰我国边境，还和西楚暗中勾结。陛下奉命出征，我亦随军而行。打到最后，北阙输了。为了不被平国，他们兵行险招，想出了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北阙乃是一个武宗之国，皇帝非但是一国之主，更是教派之首。国主之下有5大护法，武功极高。他们派出这5个人，试图暗杀行军中的首领，也就是陛下和军神夜雨。这5大护法中的2个人，一个是矮胖，一个高瘦。昨日拦着我的就是他们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人是北阙的余孽。真是讽刺！当年北阙被灭国，最大的功臣就是叶羽，如今他们还要帮叶鼎之。素闻叶将军当年带兵十分克制，所以那场战争历时虽久，但比起之前讨伐西楚之时，伤亡却又少了不少。北阙国土纳入北黎之后，余下归民也都还算归顺，这些都是叶将军的功劳。但此次北阙旧部帮助叶鼎之，与此定然没有任何关系。恐怕这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。什么密谋？此事不应该由尹宗来告诉我吗？去找雷梦莎，这件事情就让他跑一趟吧。是。不错不错，这样可以说是已有小成了。这下出门背着一把琴，琴声便可上人，既风雅又威风。瑶儿教的我这门功法可真是厉害。它叫什么名字？这是我们北阙的虚念功。虚念功，没错，它是我们北阙最高深的一门武功，也是最难修炼的一门武功。我虽修炼多年，却只会一些皮毛。但你是天生武脉，天生就可修习。虚念虚念，虚虚实实，不正如这琴声化刃，虚声化实。瑶儿为何让我学这门功法？很早以前，我想教你这门功法，是想让你去救我的父亲。虽然我后来改了主意，但李先生说无妨，还是可以将此功传授给你。
只不过要等你熟练袖剑19式，且心境更加成熟之后，我想此时便是这个契机了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们何时去救你的父亲？去天外天吗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太危险了。而且，要是我父亲真的出来了，于北离，于天下，怕都是一场浩劫。虽然我真的很想念他。瑶儿，不必担心。等我们做好万全准备，劝说他不要发起战事就好。我会陪你一起的。东君，多谢你。已经换了5拨人马做障眼法，可以确定，他们没有跟上了。我们的任务这就算完成了。若仅仅是这样，岂不只是成就了一段姻缘，恶心了一下景玉王吗？当然不止如此了。魂官非离。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们吧，这种龌龊的事情，可不敢劳烦2位尊使。哦，这么说，2位神者要一起动手了？多的2位就别问了，还是尽早回到天启，继续蛰伏，以谋大计吧。那好啊，不过非离，你可不要辜负我们呢。终于搞定了。叶大哥，我说干嘛这么麻烦？直接住在山上去不就行了吗？我住在这里也挺好的。唉，一个人住多孤独啊！小小年纪就懂什么是孤独了。嘿，嘿嘿。叶大哥，你来客人了。少主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我们原本奉少主之命潜伏在天启城中，打探易姑娘的消息，静待少主。但前几日有贵人出现，助我等寻到了一个机会。
撤！秦先生，敢问飞长公子何在？我叫飞离。哦，你们是兄弟啊？不太像，对吧？他看着一身丧气，我却是个翩翩公子。飞离公子真会说笑，这次的事还多亏了飞长公子帮忙呢。我还没说完呢。虽然我们是兄弟，但做的事情却相反。他救人，我，杀人。为何？因为知道我们的人都得死。你是说，有个女子来找叶鼎之？她还很高兴。何止是高兴啊，简直就像，就像我见到了冰糖葫芦一样。那个女子长得是啥模样？画上的仙子长什么模样，那姐姐就长什么模样。都说这姑苏城里的姑娘很美，可跟那姐姐一比呀，可就差了多了呢。与少主匆匆一见，如今不得不提前而去。后有追兵，吴四人将继续南行，将其引入男爵。待一切平定，再来寻见少主。此次将易姑娘带离天启，全赖洛副都统和叶将军昔日旧友相助。洛副都统相助吾等得出王府，而将军旧友则护吾等离开天启，直到姑苏。目前也已分道扬镳，各引追兵而去，但应有重逢之时，少主莫急。秦月寒，洛师兄和父亲的旧友，元哥，文君，醒了。日安，师父，告诉亲王，他那边的局很快也可以开始动了。陛下，亲王求见。宣。是。宣，亲王觐见。儿臣拜见父皇，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免礼。谢父皇。何事啊？说吧。
父皇，虽然锦玉王府已向民间严密封锁了此消息，但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儿臣以为这叶鼎之哪有能耐能将义文君带出天启？这其中必定有人相助。说说看。儿臣斗胆。但说无妨。细细算来，满朝文武能帮助叶鼎之的只有镇西侯一个，更别说之前那百里东军帮着叶鼎之抢过亲，更护着他离开了天启。父皇，今日他百里洛尘的部下能入天启掳走王妃，明日就能进皇城直取龙座呀！一切皆凭他，不是能不能，而是想不想。希儿，儿臣在。这事儿，你来办吧。儿臣遵旨，必不负父皇所托。这深夜的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这，哎呀，长老，长老，这深夜的，陛下召我进宫，所为何事啊？我也不知啊，快走吧。哎，你看我帽子正不正？正。啊。昨夜御史台七御史连夜被召入宫中，看来有大事要发生了。弟弟，你觉得这一次是冲我们来的吗？此事定与亲王觐见脱不了干系。亲王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兄弟。不好说。按理来说，亲王冲我们的可能性最大。但是，我却有另一种预感。什么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西侯百里洛尘被指谋逆，即日起，敕令御史台七御史联合彻查此事。钦此。王爷，王爷，何事啊？急成这样。宫里的李公公来了，还拿着圣旨。圣旨来了便来了，我堂堂景玉王接的圣旨还少吗？王爷，这圣旨虽然是送到景玉王府的，却不是下给王爷您的。李公公。景玉王殿下，琅琊王殿下，公公方才所言，却是何意啊？什么叫圣旨虽然是送到我景玉王府，却不是给本王的？看来，这封圣旨是给我的。的确是给琅琊王殿下的。二位王爷向来清静，奴才前脚刚去了琅琊王府，没寻到殿下。便知您定在这景玉王府，殿下，既然见到您了，那就接旨吧。殿下，这是密旨，陛下虽着奴才前来送旨，但奴才也不知这旨意是何，殿下还是自己看吧。公公。这封圣旨可有些烫手啊！
奴才虽不知这圣旨上的内容，却知陛下下书时，眉头紧得很，思虑良久呢。公公这番话，听得小王更是心惊了。那奴才就先告辞，不给殿下添堵了。弟弟，上面写的什么？圣旨上说，已经有600精武卫等在天启城外。等在天启城外？父皇是要做什么？他命我今日启程，去黔东，将镇西侯百里洛尘带回天启城。瑶儿，何人来信？我的侍女传信告诉我，皇城里的那位要宣侯爷进宫觐见，罪名是谋逆。绝对不能去。不去？你待如何？父亲，我……哎，东君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这姑娘是……爷爷，这个待会儿再说。我听说……百里东君，回去。我不。我再说一遍，回去。你不说打败你就可以出来吗？世子爷。今天我就要让你好好看看，我是如何打败你的。来，让我看看，你这1年多来进步到何种程度。哼！生化剑气，不错。小姑娘，怎么称呼你？小女子名叫月瑶。月瑶？那北阙城主岳风城，是你何人呢？乃是家父。果然。对于北离而言，我是北阙疑贼。侯爷要拿下我，交给你们北离的皇帝吗？老夫已经老了，也不管什么贼不贼的，只要是东君喜欢的人，只要是他带回来的人，就是一家人。侯爷。
以旗为剑，确实是高明的手法。这样的剑术我都不曾见过。不过，火候还不够，回去再练练吧。哦，是吗？那个臭小子！怎么样，世子爷，被自己的瞬杀剑法阴了一把？哼！爷爷，我带瑶儿四处逛逛。走吧。长大了，这个小兔崽子。往日每一回你给我倒上你的酒，你都会哗哗的炫耀不停。可今天的你，成熟了，长大了。爷爷若还是想听，那孙子我便给您说道说道。东君啊，从小到大，你父亲管你，你母亲管你，唯独你身旁这个最让人敬畏的爷爷宠着你。你可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爷爷不想我同您和父亲一样活得那么辛苦。爷爷想让我做一个自在自意的人。你太聪明了。人老了以后啊，往往就会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，缺失了很多的东西。可我就想自己的儿孙，尤其是你，可以获得。可是爷爷，自在自意和自在自意也是不同的。有何不同啊？我确实很喜欢自在自意，但不是自在自意的世家公子哥，而是自在自意的江湖侠客。江湖侠客，江湖侠客，为友拔剑，为情拔剑，为不平拔剑。虽自在自意，却有担当；虽不守规矩，但有原则。爷爷，如今百里家有事，您孙子我已经磨好剑了。公子，来一份吗？哎，您看看。哎，听说了吗？任西侯谋逆了。不可能吧？早不谋，晚不谋，现在这光景，谋的什么逆啊？也是。多谢易姑娘。王友前辈，前辈，您来此处可是有事？啊，无甚大事。易姑娘也来了好些日子，老朽正好今日下山，来看看二位是否安好。
劳您挂心了。既然二位安好，那老朽就先行离去了。前辈且等。怎么了，云哥？实不相瞒，我方才听到有人议论说，镇西侯谋逆了。陛下也派了使者去黔东城拿他。前辈，可有此事？哎，不错。事情消息听得潦草，前辈能否详细说说？我也不知详细，只能加以推测。镇西侯远柱国之西门已久，树大根深，又离天启城甚远，帝王想管却鞭长莫及，久而久之就成了帝王心头的一根刺。这次易姑娘逃离天启城一事，虽然王府已严密封锁了消息，市井难以得到风声，可在天子脚下，那些严密监视着景裕王、琅琊王一举一动的人，只要想办法，一定能够知道。这就给了有心人一个契机，在帝王耳边颠倒黑白，说此事有镇西侯的手笔。亲王，是我连累了他们。易姑娘，切莫过于责怪自己。即便没有姑娘这事，旁人还会找到别的契机参倒镇西侯。况且，我也只是推测，做不得准的。前辈说的是，文君，莫要自责。哦，那老朽就先行离去了。多谢前辈。多谢前辈。我猜你已经做了决定了。是。其实，在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便已经做好决定了。天启城都是想杀你的人。天启城也有很多我想杀的人。你千万别冲动。放心，我此行去天启，只为帮助镇西侯府渡过难关。至于亲王那边，只要镇西侯没事，他便算是彻底废了。好。文君，我此行去天启，你有什么想让我替你做的吗？文君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那个，云哥，若是回去能见到，帮我向师兄带个平安。好。侯爷，
圣旨到了。大胆！看见圣旨为何不跪？你先回天启，问一下，下圣旨的那位，我为何不跪？还不退下！镇西侯爷战功赫赫，10年前就获了隆恩，可带刀入宫，面圣不跪。你小小年纪，知道些什么？侯爷不跪，侯爷的儿子也能不跪吗？住嘴！原来是程公公，我俩好久不见了。多年前有幸与侯爷有几面之缘，没想到侯爷竟还记得老奴，老奴荣幸啊！我们黔东城地处偏远，远离天启，记忆中已经好久没有接圣旨了。陈公公，你拿着圣旨也挺沉的，你就宣吧。是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今御史台尚书弹劾镇西侯百里洛尘，勾结叛党，试图谋反，大逆不道。孤念镇西侯昔日平叛有功，暂不收监。即日起随天启钦差入京受审，钦此。好啊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这样，白头，这是哪支军队啊？敢在黔东城纵马？神鸟骑，这样，金无畏，玉，侯爷，坚持吧。父亲，接吗？陈公公，何谓接吗？不接是不是就要起兵谋反了？那我们还能活着离开吗？程峰，接旨。这镇西侯府派头也太大了，我们可是天启来使，竟敢让我们等了这么久。就算撇开天启来使这个名头，光凭王爷您的身份，他百里洛尘也该出城相迎。敬上。哼，堂堂一个侯爷，怎么穿个大红色？是赶着去当新嫁娘吗？镇西侯当年有许多绰号，最出名的莫过于杀神和血衣侯。当他穿出这一件血衣的时候，代表他今日不想主动杀人，当然也不介意清理杂碎。聪明的人，这个时候是不会招惹的。我们可是天启来使，他难道还敢杀我们？素闻金无畏，都是废物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废物。
侯爷，琅琊王殿下，进去说吧。殿下，本侯还记得1年多前，在天启，犬子与殿下你相谈甚欢，没想到1年之后，却变成如此关系。朝堂之上，风云莫测。上次在这里，王爷带走了我的儿子，这次又要带走我的父亲。上一次带走了你们的儿子，我已经平安送回来了。这一次，我也一定尽力做到。只要侯爷真的没做过，要是本侯真的做过，王爷如今已经是个死人了。侯爷，准备什么时候启程？就明日。多谢侯爷。云哥，此去凶险。你放心，安心在家待着。有什么事儿呢，就去找忘忧老人相助。好好照顾自己。我去教会。小心。等我回来。想必我们的琅琊王殿下，此时应该已经接到镇西侯了。哼哼，很好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让那镇西侯那老东西，还有那可恶的百里东君，有来无回。百里东君，我们聊聊。1年多不见，见到我就走。因为我懒得理你。因为我拦了你和你的好兄弟抢亲。为什么不说话？百里东君，告诉我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对。因为我看不惯你做的事儿。我从乾东城千里赶路去往天启，除了学武，我更学了很多道理。稷下学堂乃天下第一学堂，在我所学的道理中，没有任何一条说可以倚仗权势罔顾他人意愿。而我的小师兄，他纵容了这种事儿。明儿我还要早起，小师兄请便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问问你的小师兄，有没有这样一种道理，可以仗着自己的权势，罔顾他人意愿？你的小师兄会告诉你，
从来都没有这样的道理。过去没有，现在没有，今后也没有。是。后来我也想过，如果当初小师兄没有干预，或许云哥会走得更远一步，但他也会丢掉性命。可我心中的小师兄，他是一定会阻挠这种不平等的事的，他一定会的。是啊，关于这一点，你的小师兄对他自己也很失望。东君啊，我知道你可能再也不会相信我了，但是有一句话，我这次一定要告诉你：你的爷爷这次一定不会死，路上不会，到了天启不会，除非我先死了。东君，瑶儿，你来了。怎么样？此行，你不与我们一同吗？我的身份敏感，若是现身人前，怕是就直接坐实了侯爷通敌叛国的构陷。有道理。等你事情了了，我便来找你。嗯。只是此行怕是险路重重，东君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我爷爷身边有几位境界深不可测的影卫，再加上小师兄的护卫。虽然云哥的事，我对小师兄有怨言，但小师兄给我的每一个承诺，我都会相信。破封军，恭送侯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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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琅琊王殿下，我们启程吧。你说这老爷子是不是疯了呀？什么单子都接。苏墨云，喂，苏木头。哎，我发现你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没有心呢？我们要杀的是百里洛尘，闻名天下的镇西侯，连老爷子都佩服的人。咱们要杀他，你难道就不激动吗？你错了。我哪里错了？名单上可不只有百里洛尘，还有萧若风。哎呀，真是无趣。虽然你跟我是好兄弟啊，但是我跟你这样的人合作真的是太没意思了。那你想好怎么行动了吗？你这样一说，不就代表你已经想好了？
萧若风才是此行关键。我们先安排20个苏家杀手冲破马阵，杀掉那些不堪一击的金无畏。然后我先去牵制住萧若风，你直接去马车那儿杀掉百里洛尘，最后你我2人合力再杀掉萧若风。简单、干净、利落，半个时辰就能解决。暗河近30年最大的单子，被你说的这么简单？杀人嘛，不一向都这么简单吗？是你们，小师兄，这是？他们是暗河，天下间最神秘的杀手组织。你就是琅琊王啊！久仰大名，我叫苏哲。不要紧张，我来此不杀人。暗河拦路，不杀人。你就是木暖丫头吧？这张面皮不错。你的面皮呢？为什么藏起来了？老了，不像你，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我见犹怜啊。这些年在外面过得可好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看来过得挺好，那就好。当年那一战，活着的只剩下我俩了。没想到今日会在此地相见。你的官话什么时候说的这么好了？失态了，失态了。我还想瞻仰一下侯爷的风采。侯爷的风采就先别看了，要不先看看李先生的风采。师傅，哎，许久未见了。苏哲老弟，咱们俩也许久未见了吧？原来是李先生啊，好久不见。这个人就是天下第一的李长生。我要是把他给杀了，那我也是天下第一了。那你就是天下第一蠢了。侯爷的风采还需要再看吗？不了，该看的我都已经看到了。长河、木鱼，我们走。
师傅，您回天起，咱们再叙旧。我们走吧。传信给第一家主顾，因有李长生，事不成。传信给第二家主顾，因有李长生，事成。怎么样？多年不见，重遇故人，感觉如何啊？当年的经历，现在想起，背后都是汗。方才那个是苏哲，是当年苏家的第一高手。我知道，斗笠鬼啊！但你放心，你现在不是暗河的人，就算是斗笠鬼，他们也不能抓你。既然他认得你，就应该能猜出我们用了面皮。幸亏苏冷模仿得像，不枉费我跟你说了一晚有关师傅的事儿。虽然云哥的事，我对小师兄有怨言，但小师兄给我的每一个承诺，我都会相信。只是，我有我的安排。进来吧。见过小公子。这位是苏冷，我爷爷的贴身护卫之一。他父亲当年同我爷爷一同出征，是阵中的第一细作。哦，细作就是学什么像什么，要假扮农民就像农民，要假扮商贾就像商贾。这位姐姐最善易容之术，她做的面皮可谓是天下第一，完全可以以假乱真。哦，姐姐，我想请你为我做一张面皮。是假扮谁？他是谁啊？果然跟我画的十分相像啊！暗河行事谨慎，他们应当不敢冒这个险。老叔，这次是什么事情把你从总堂给请出来了？当然是急事了。急事？什么急事？你们走了之后，提魂殿又接到了另外一桩单子。另外一桩单子，一单是要杀百里洛尘，而另一单是要救百里洛尘。老叔，我们暗河接单子向来都是接一不接二的，只要接了第一家的单子，不管第二家开再高的价格，我们永远都不会辩解。是因为什么原因改变了我们家老爷子的想法，让他做出这样的缺德事情？第一，杀百里洛尘本身就太难了，当然这并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第二单的客人身份更加尊贵。陛下，如何了？事成。那便好。可亦有变故。什么变故？李先生再次现身了。这第二单的客人，只要他下定决心，那这第一单的雇主就是必死的结局。李长生，李长生为什么回来？他就算回来，为什么要和百里洛尘一起？为什么都要和本王作对呀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殿下，冷静。冷静？你让本王怎么冷静？殿下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有屁快放！李长生，陛下不是也很忌惮他吗？这次他和百里洛尘一起出现，岂不刚好给我们机会，一网打尽？
你很聪明，都是帮殿下分忧罢了。分你个头啊！殿下，那李长生是什么人？你说一网打尽，大内所有高手加上国师一起，都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你让本王去杀了他，用你的头还是本王的头啊！滚！是。这将死之人的钱，大家长觉得，我们不如就顺便赚了吧。唉。李长生。他不是说再也不回天启城了吗？我不相信真的是他。查。是。东君啊，我向回宫复命，你先入住行馆，我去避嫌，近几日暂不能来寻你。好。走。这个张御史啊，你说你在这儿来来回回，把胡某都绕晕了，你干着急有什么用啊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吧。哎，你呀你，都这种情况了，你还喝得下去？张御史，你这话说的，这可是碉楼小筑啊！你来都来了，不品一品这美酒，那岂不可惜？来一杯。陛下，让御史台派个人去审镇西侯，要不你去？哎呀，不行，这喝酒可以，审问的事儿干不了啊！要你何用啊？我以为啊，你早就习惯了我胡某在御史台吃白饭了。哎呀，张御史啊，我这个酒已经喝到位了，您就兀自在这儿瞅着。这我先走一步啊，告辞。哎呀，这好酒。还好今天喝的少，不然留神酒味给娘子闻到，那就大事不妙了。我前脚刚从碉楼小筑出来，这后脚又踏入了这百花楼。哼，今日可谓是酒色双全呐，只可惜多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哼哼，回使，我见过你。哦，在通缉令上。回使真会开玩笑啊！你当真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？是
认不认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剑比较快。哎，是玩笑，是玩笑。叶大将军曾与家父有旧交，我怎么能干出缉拿他儿子的事儿呢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大兄弟，有何事召唤啊？鼎之久闻胡御史之名，此次前来，想请胡御史帮我一个忙。哎呀，这个忙啊，我怕是帮不上喽。都不听听是什么忙？镇西侯现在可是块烫手的山芋啊！我胡某人还想在御史台多吃几年白饭呢。胡御史真是这样的人？啊？怎么不是？我是啊。我有一个好兄弟，叫百里东君。他是镇西侯百里洛尘的孙子。我知道。胡御史知他姓名，想必不是因为他是百里洛尘的孙子，而是因为几年前他在碉楼小筑，以7盏星夜酒大胜秋露白吧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直接说。这次他也来了，胡御史不想找他讨几杯酒喝吗？哎呀，这人呢，明明想帮忙，却非要找个显得不那么正经的理由。侯爷，有人求见。请进。哎，见过侯爷。你的官服是偷来的吧？啊？东君不得无礼，这位是御史胡步飞，他家3代为官，乃国家栋梁。哎呀，侯爷啊，你看这句话就有些讽刺了啊！原来是御史大人啊，怎么来我们的地儿审我们？哎，哎呀，不敢不敢，我只是听说当日在碉楼小筑以7盏星夜酒大胜秋露白的那个天才酿酒师在此，所以我特地来此讨杯酒喝。我找2杯酒，1杯敬酒，1杯罚酒，请问你想喝哪一杯啊？侯爷，这小公子跟江湖上传说的很不一样啊！今日一见，一身的锋锐，倒是跟侯爷有几分相像啊。他呀，本来就是我孙子，难道不该像我吗？请坐。哎呀，这可是上好的碧螺春，你就用这茶香盖盖你身上的酒气吧，要不然你回家不好交代。你家里那个可凶得很呢。侯爷，您还记得他呢？哎呀，也好，既然侯爷愿意同我喝茶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爷爷，您和这位御史大人曾经见过？怎么感觉很熟稔的样子？他的父亲是龙云阁的首席大学士胡成，之前呢，跟你爷爷是同窗。你小的时候，这胡大学士还曾经抱过你。大学士，怎么感觉没有半点遗传呢？御史台的正事，你还不说一下吗？是什么正事啊？御史台有做过正事吗？你呀，
御史台那帮废物不敢来见我，怕我这个烫手山芋把你派来。但你这个混不吝的，是一个承蒙父荫的败家子，来我这里打听，无论是好的坏的，你必然是没有东西可以问得到。侯爷，通通。不过，御史台的算盘他们打错了，你不问，我却要讲。我不听啊！我不听！你是要让我把你的耳朵拧开吗？侯爷，您说，我记着。阎王比催人命。侯爷，我希望您说的话可以不要太多。我这老人家说话就话长，要不东君，你来替我说。镇西侯府有杀人刀10万，镇守国之西门，勿有乱国之心。此番入天启，由世子百里成风率领破风军。世子上午性格冲动，不过事前已告知世子，无论此番生死何回，镇西军断不可轻举妄动。镇西侯府坚信七御史监察百官，明察秋毫，定能还镇西侯以清白。如若必要，镇西侯愿与诬告者当庭对质。万望御史将镇西侯所愿上达陛下，吾镇西侯府万谢。这些话多吗？不多，公子啊，你这一字千金呐！你要是再多说几句，我这个手抖的就写不下去了。你要走便走，本侯爷不打算留你了。东君，送客。小公子，你方才那番话，通篇就一个意思，我没有乱国之心。倘若你要杀我，我10万破风军，直指天启，说打就能打。哼，佩服啊！我朋友说这7盏星夜酒，大胜秋露白，不错，想喝。若是你后面证实我爷爷无罪，别说7盏，送你7坛又何妨？小公子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这酒我喝定了。哦，七御史也有判决了，无证之罪，七御史有什么资格判？小公子，你放心吧，侯爷定能安然无恙。只不过什么？公子，你要多加小心呐。自然，此行我是为了保护我爷爷而来，定不能出半点差错。我的意思是，小公子要注意自己身上的危险。我身上的危险？好了，公子，再过2条街便是御史台，胡某自己回去便是。夜路难走，御史也请多加小心。告辞。哎呀，小公子，告诉我们，百里洛城与你说什么？我们不杀你。滚！你比敬酒不吃是罚酒。哎呀，你们这些人，说辞就永远只有这一套，没点新鲜感。我告诉你们，敬酒不吃，罚酒我也不吃，我只想吃我自己的酒。别跟他废话，再走。多谢小叶将军。你应该早就料到这一点了。是否我不来，你也能应付呀？怎么会呢？我这一介书生啊。那抛开父辈的事不谈，今日我也算是救了你一命。多谢小叶将军。天启城是非之地啊，小叶将军早些离开吧。
最后一个问题，宫里的骆都统，最近似乎不在天启城中。骆都统好像奉命出去办点事儿，但具体什么事儿我就不知道了。那我兄弟这边定当无恙。君子一言，万死不辞。说，第一件事，李长生当年与百里东军出天启游历，人在半途就已不知所踪。由此可见，这李长生应当是假的。第二件事，我已给锦仙他们传讯，算算日子，应快到天启了。方便吗？随意。老板，来份和他一样的。好嘞。好剑。风雪剑，沈静舟。无名剑客叶鼎之。我听说过你，你是剑仙羽生魔的徒弟。当年羽剑仙带你闯男爵，一剑连挑数十高手，好不威风。听得我很是向往。我也听说过你，仙人天上来，一剑风雪出，右手杀生，左手慈悲的沈静舟。没想到，萍水相逢这世上最顶尖的少年剑客，靖州有幸。有此幸事，当服一大拜。只惜现下无酒，不如以茶代酒。希望叶兄不会嫌弃。沈兄弟既然听说过我，想必也知道我另一个身份。我是叶羽的儿子，北离的通缉犯。我也知道风雪剑沈静舟的真实身份，是宫中大剑卓清的亲传弟子。此乃天启城外，而我未入天启，便仍是江湖之人，所以，我只是沈静舟。你。也只是我萍水相交的朋友，叶鼎之。好。叶兄，我们后会有期。沈兄应该仗剑江湖，何苦要回到这天启牢笼啊？师父急召，不得不回啊。原来如此，后会有期。驾！
陛下，此案难判，还望陛下明示啊！我萧氏治国自有国律，你御史台监察百官以国律为纲，何事不可判，何人不可查？你跪在这里，让姑给你明示。姑说谁有罪谁就有罪，姑说谁无罪谁就无罪。那要律法做什么？要你御史台做什么？张承仲，我看你是老糊涂。陛下，御史台是有监察百官之责，可那侯爷手握10万强兵，任何判决都可能引起北黎震动，臣不敢乱判呐。哎，张承仲，你就说你手中的卷宗，能判他谋逆吗？可说亦不可说。胡不飞，昨日是你去给他问话的吧？你说。回陛下，臣以为镇西侯没有谋逆。你看看人家，陛下，那这……我说了，按律法据实以判，无谋乱之举就是没有谋乱。对于有无谋乱之心，你去问问姑的那些儿子们，何人没有？陛下，张承仲，你也是2代重臣，国之栋梁，怎么只会一些耍赖的功夫？陛下，既然已经解决了一个难题，但是还有另一个呢。陛下，不至于如此啊！陛下，我是说你废物，你废物。陛下说的是，陛下说的是，让皇子与一品君侯间产生嫌隙，对江山社稷长久稳定十分不利。最好能大而化小，小而化之，不宜提及亲王的名字。只说是圣人已经给了诬告之人惩罚就好，至于惩罚如何，私下里罚个2年俸便也足够了。哼，你说你不知道怎么判，可你方才不都1五1十说得明明白白了吗？该怎么判，该怎么做，既然都想好了，那就去吧。真的可以？滚滚滚！臣遵旨。臣告退。信旨，信旨。卓卿，奴才在。一会儿陪姑出趟宫吧。奴才遵旨。你也不问问姑要去哪儿？这天启城当中，还有什么旁人是值得陛下亲自去看的呀？还是你懂姑啊！当初，姑让你刻意接近老二，哄他去罗列百里洛尘的罪证，可到头来，姑却直接赦免了百里洛尘的罪。让老二陷入了2难之境，你知道是为什么？奴才哪管那么多，陛下让我做，我便做了。老二这个人，做事太狠也太急，最近不安分的紧，给他点教训罢了。陛下说的是。卓卿。你是不是以为姑打算立亲王为储？今日风大，我让奴才们去备件袍子。